我的婆婆温迪来了一趟中国，进货1箱子小商品回去卖，本来想靠这个发家，结果砸得一塌糊涂。第一个出问题的就是大金表，当时温迪在成都荷花石批发市场一口气批了4块大金表，一共80。他当时放的话，今天批发小丁黄，明天北美3套房。结果回加拿大，温迪就把他老板的儿子叫到家里来推销，说什么这是代工厂大牌同款、联名款、限量款，批发市场学的销售话术全学会了。结果老板家少爷拿着表鼓捣3分钟说：“你可拉倒吧，这表2月份还有31号呢，2月份还有31号呢。”这波表砸手里了，又卖上旅游纪念品了。上个月去雍和宫，一人可以免费拿1把香，温迪来回走了3趟，拿了3把，甚至把载奥达的香也骗走了，带回了加拿大。回去就开始琢磨怎么把这个香卖出去，一根一根卖，薄利多销。结果呢，这加拿大人也不知道买回去干啥用的，这玩意儿不买。温迪也挺拼，告人家这个叫 Chinese candle， 哎，你可以把它当成生日蜡烛，冲着它许出来的愿比洋蜡还要灵。结果正赶上尼寇的老姑奶10年了，第一次拜访他家，正赶上人83岁生日，温迪现场交给老太太拿香过生日。一方面是说清一清库存，另一方面就是给潜在用户打个样，把好评传出去。生日这就过上了，到了大寿的关键时刻，点蜡烛，蜡烛都折了。温迪说：“折就对了，这样更环保。这个香什么特点？就是你说它代表1岁，哎，可以；你想让它代表更多岁，也可以。你看没？现在1岁，看，哎，变2岁了；2岁，哎。”变4岁了，岁数随便掰，寿命 DIY。结果把蛋糕推上的时候，生日歌一起，屋里灯一关，黢黑一片，几个小亮点要灭不灭，忽明忽暗。这83高寿过的那叫一个风烛残年呐，风烛残年呐。温迪依然坚持，他虽然没有点亮房间，但他点亮的是梦想。然后大伙就吹这个 Chinese candle，他点不亮，他吹不灭，越吹越旺，越吹越红，而且这蜡烛量大呀。一蛋糕跟插秧似的，老太太吹蜡烛的时候还83呢，一炷香的功夫吹完84了，再吹，这有可能就人生最后一个蛋糕了，人生最后一个蛋糕。温迪挺苦恼，我说温迪你先别急，你带的东西它不好卖，你下次带点美妆护肤类的，带点我老用的国货珀莱雅红宝石面霜3.0，他家口碑特别好，用的还是淡纹更快的环肽，我用的这是清润版，水水润润的很温和，这胶原一冲上，脸可不就看着饱满年轻吗？最后一个翻车的是温迪卖的搓澡巾，温迪卖搓澡巾前期销售还是成功的，因为有需求，成功卖出去好几个，温迪都飘了，说未来的加拿大人手1块搓澡巾，加拿大就是金国，他就是金国英语，金国英语。但售后出了问题，他光告人家往死搓，就使劲往死搓，然后皮肤就焕然新生。但他没跟人说得先沾湿，对方呢也挺要强啊，回家那真往死搓，滴水未沾，汗搓，皮肤没有新生，皮肤牺牲，搓没了。人家现在要求索赔，一共买了他仨搓澡巾，现在要斤斤计较，斤斤计较。哎呀，这最近随着政策的放开，孩子们的奶奶温迪准备来中国，我不知道这事变没变啊，但前几天还是说旅游签证暂时不能办，你要来得是工作签，就是得有公司单位给你发 offer。温迪说那我能干的活也不多，我比较适合在哪个社区调解一下咱口吵架呀。翟达说哪呀？那个叫社区单位。大黄姐说妈呀，年薪考编，一个老外还想进体制内呢，体制内呢。来中国的签证还没整明白呢，他已经有了他落地以后的焦虑了。最害怕的事儿是搓澡，他儿子跟他妈聊了一下这事儿的流程，冲蒸搓。我朋友说，哎，那到最后搓的时候，我不就被别人看见了吗？大黄姐说，你看你那话说，冲手也是连排呀，连排呀。我朋友说，Oh my gosh， 那我要朝里冲呢？大黄姐说，朝里搓，你对面还一排呢，里外里都尴尬。你赶上人多的时候哈，你除你这个栏去挤一下洗头膏，回来身后还站一个，还站一个，你躲不过去，你心态要调整好。就你进澡堂的那一刻，隐私和尊严全白玩，你就是赤裸裸的大手牌。Who cares 你的娇羞和执拗？现在你就是女士编号316。大胖九说，这就是东北的风土人情。我朋友说，这听着像晚清10大酷刑。再说整这复杂干啥？我也不脏啊。大胖九说，你脏不脏？你从搓澡台下来的时候咱再看。什么事儿咱放在台面上说，放在台面上说。这还没完事儿呢。彩玲的妈妈肯定会给你买套票，搓完还上楼，在你身上点火，然后扣小罐烧你，棍走妖风通末梢，留下6个大紫包。哎妈，我一寻都有意思，吓死你，吓死你！还有一个他非常大的焦虑点，他要来呢，可能正好赶上过年前后，就听他儿子说，这时候大家都要走亲访友，得准备红包。我跟你说，我看着谁都给呀。大胖九说，你反正看着孩子得给，虽然有个2岁小孩，按辈儿你得管人叫老舅，但你也得给。我跟你说，那我也可以从加拿大偷俩孩子带去，用魔法对抗魔法。再说我也不认识他们，我给什么钱呢？大胖九说，这叫礼尚往来。你今年给人孩子包红包，明年再说拿铁过生日的时候，人家包一个又回来了。我跟你说，你当我傻呀？礼尚往来，我光有来，等晚的时候我都回去了。再说你给他，他给你，最后回来了，转这一圈干啥呀？我大老远拿着外汇来洗钱来了，洗钱来了。我妈说，不用跟他纠结，我这个人哈，别的不说，我就是要强。他来了，我给他包个红包，我看他那脸往哪放。我就跟大胖姐说，我说，哎呀，没事儿，我妈呢就是好面，她非得给你妈包红包呢，就想损她一下，属于刺激性消费。大胖姐说，我觉得这个更应该定性为报复性消费。然后大胖姐就给他妈打电话，妈呀，你以后说话能不能别那么直白，不好听。你这种情商在东北容易挨打。我婆婆说，你也没比我好哪去啊，你不过挺好吗？大胖姐说，那话让你唠的，
我比你嫁的好啊，比你嫁的好啊。然后我妈就贼拉不得意，她这劲儿就说：“你说这个奶奶怎么这么没正形呢？这奶，你说她要来，说今儿要吃这个，明儿要玩那个，也不说给你俩说塞点钱，也不说帮你带带孩子。”我说：“不是妈，她敢带，你敢给吗？”大胖媳妇最近经常拿塑料袋转孩子玩，我婆婆看了之后非常愤怒，说：“你那个玩法不对，你应该往高抡，你现在只是让她迷糊，你得让她有那种要出溜出来那种感觉，不够燃。”拿铁刚被他爸接过，体力上咱说虽然有所长进，但是他奶一来呢又是一道坎儿啊。不过我家拿铁最近都在喝诺能运会奶粉，有了它，Wendy 这些都不是事儿。这奶粉有天然 OPO， 可好吸收了。拿铁，你这个身体底子，你妈可是帮你打扎实了，剩下就靠你自己了啊！要点香，拿铁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没有啊。我的婆婆 Wendy 长得很带劲，就是有点斑。你知道她怎么淡斑吗？就是去一个高档美容院，把有斑的、有皱纹的、有痘印的、不满意的脸皮都烧掉。这个项目说白了呢，就是为了美，暂时先不要脸，然后2周之后长出更白更嫩的皮肤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嘛。要强的女人自己给自己长脸。我说哇哦，我婆婆说，那你们是不是有相似的方式呢？我说这么极端，就一出现问题就烤掉重新长的手段，我们只用于痔疮，只用于痔疮。那你们可能也好奇，我婆婆咋突然间就这么舍得给自己花钱呢？这是个悲伤的故事。咋回事呢？她有个好闺蜜，也就是我老公住在美国的二大娘，前阵子不幸离开了。走之前呢，这二大娘跟我婆婆说温迪啊，我剩下这样东西都给你。二大娘指的可能是耳环、那项链这家东西，但是温迪的理解呢就有所延展。二大娘走的时候，我婆婆悲痛欲绝，但是很快从悲伤中爬了出来，连夜把二大娘用的跑步机、皮划艇、健身哑铃都转运到了加拿大。她简直就是北美运动圣火的火炬手。那跑步机在大货车上咣呢，也是没想到啊，生命在于运动，生命都没了还得继续运动。这些还都不算离谱，我婆婆还逐一继承了二大娘的冻酸奶卡、停车券、美容卡，还有专管产后抑郁的心理咨询，还差6次没救呢。我说温迪啊，你上一次生产还是上个世纪90年代，你生产出来的东西都已经完成了再生产2回了，你才抑郁啊？你的抑郁反着走，悲伤逆流成河呀，悲伤逆流成河呀。再说人的心理咨询在美国，你开车到那儿2天，别人的抑郁因为诞下一子，你的抑郁因为疲劳驾驶。我婆婆说，但是我终于可以去他的美容院做脸了，他没烧完的脸我继续烧啊，可是 face 我又高昂啊。但是你这个项目归途太长了，你烧完脸当时瑕疵是没了，你把车再从美国开回加拿大3天，褶子又长回来了。再说美容院的地方，它能满足二大娘这一张卡吗？进去不管你要干啥，就给你关小黑屋里做皮肤检测，照出来那玩意儿都不是脸，然后就开始跟我说，你毛孔太粗大，容易长闭口。我说你客气了，就你拍的这毛孔里边能养条狗，我一个中年人，非说我有老年斑。我说那如此推算，老年人长粉刺叫啥？僵尸粉，僵尸粉。你别看我这么看着皮肤还行，这都有滤镜，别轻易信。Wendy那种方式也许好用，但是我录视频，我不能说不要脸就不要了，对不？而且那么老贵，我又没有遗产可继承，我就用这款宙斯嫩肤仪，懂行的人也看过，它的光波专门针对于全脸的斑点、痘印和泛红。哎呀，我还得卸个妆表示一下我的诚意。年纪稍微大一点之后代谢慢，生完孩子之后脸上容易长斑，比那个斑顽固的就只有Wendy，它能淡化。但是再好用的东西它也得方便好坚持。我这个人本来就懒，有些仪器全下来又凝胶又啥，跟作弊抄似的，太费劲，买了也是落灰。它啥也不用，直接上脸，就左边右边2个键，3个模式，跟皮肤点读机一样，哪有问题点哪里。像颧骨这个地方容易长斑的，你就多打几下。然后它加了这颗蓝宝石冰点，特别冰爽舒服，比我婆婆那种烧脸方式可舒服多了。我自己用了3周了，不好我不会推荐。关键是无限发数，可以用1辈子，不用销售拉着我办 VIP， 痘印淡斑再加自备点读机。